今天我想聊一聊美国的地产，买不起的美国梦路在何方？最近看到了一组数据，让我隐隐的感到了一些不安。我花了一些时间找了一些资料，然后把内容串起来，进行了一些思考，分享一下，仅供参考。在短短的10多年，美国首次购房者的年龄从30岁飙升到40岁，最近5年再次加速，从35岁上升到40岁。另外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首次购房者仅占购房总数的21%，创造了历史的新低。与此同时，回头客的平均年龄达到了历史性的62岁，他们的首付中位数达到23%，这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变了吗？还是现在就喜欢流浪呢？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组数据吧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。美国房价中位数收入比例，即房价的收入比，目前已经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附近的水平，房价的租金比也处在历史的高位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房价的收入比相比较中国还差一点，其实完全不一样的。美国的房价相当于首付，然后每年支付1%到3%的房地产税，持有的成本更高，所以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房价不能简单的对比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仅仅是房价达到了08年的水平，贷款的利率也是如此。30年的房期贷款的利率超过6%。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说明了美国的财富越来越向头部的老人开始集中，年轻人遇到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。承担消费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弱。一句话，贫富差距正在拉大。有人可能会用下面的数据来反驳，就是1981年到2025年，美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30岁上升到40岁，似乎对应着购房年龄的上升。但是问题在于，首次购房人的年龄是在最近几年加速增长的，和美国年龄中位数上涨的节奏是不大一样的。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。过去几年美国的现状，密西根大学消费者的信息指数是普标500，一边是富人财富持续增长，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难熬。最近，民主社会主义者当选纽约市长，都是这种情况的反应。过去几年的好日子，似乎让很多人忘了，美国人头上除了一创新高的股市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地产危机。2020年以后，美国地产的价格飙升超过50%，如今也一直没有下来，而且考虑到比2019年更高的房贷利率，美国人的实际购房成本比预料中的高得多。数据显示，如今每房购房者需要将家庭的收入的38.6%用于支付抵押贷款的费用。这个比值也仅次于1980年大滞涨时期，处于历史的高位。另外，美国和中国不一样，房地产税非常的普遍。当房价上升50%以后，每年的房产税也会因此增长。美国人的地产持有成本也在上升。在疫情之前，全美国的房产收入在1500亿美元左右，现在已经上升到了2000亿美元
以上的房产税。全美国住宅的建筑商协会给出了一个很扎心的数据，有74.9%的美国家庭，差不多1亿户买不起一套中位价的新房。那么，为什么美国房地产的价格还这么坚挺呢？我在这里说一个很扎心的事情：2020年到2021年，买房子的人贷款的利率很低，而现在的贷款利率高达6%以上，几乎是之前的2倍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：想要换房的人就得接受更高的房贷利率，因此二手房的交易冷淡，交易量创下30年的新低，楼市被低利率3%给锁死了。因此，大量的供给被锁定在二手房当中，少量的新房供给反而维持了美国地产价格的高企。相比较住房，美国的商业地产更加的危险。因为疫情之后，居家办公的情况越来越多，需求会开始减少。根据资产分析公司的数据，今年10月份美国办公楼的违约率已经飙升至11.8%。这一数据不仅是历史最高的水平，而且已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10.7%的峰值。美国的地产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潜在的雷区呢？地产的核心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美国地产的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预期，双方的争议不少。悲观者的确找到了一系列的信号，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，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美国地产危机的信号。然而，乐观者会认为，现在美国的情况和2008年的截然不同。2008年那次出问题是因为银行乱放贷，谁都能借钱买房。2006年的时候，全美国有1/3的贷款是无收入证明的贷款。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，目前的次级贷款比例只有1.2%，贷款人的平均的信用评分715分，中位数甚至达到772分。也就是说，购房者的支付能力很好，不会出现败账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很多人认为美国目前的人口比较小，相对美国的居住环境和空间，人口远远没有满足。因而地产需求远远没有释放。分析显示，美国住房短缺仍达470万套的历史峰值，当前的库存量还不够。这种刚性的缺口成为房价长期上涨的根本动力。这个数据的问题在于，房地产的有效需求和潜在的需求不是一回事。潜在的需求来看，印度的地产需求远高于美国，这能说明印度的地产就很安全吗？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，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，因为需求永远是满足不了的。满足了小房子有大房子的需求，满足了有房的需求，还有豪华房产的需求、便利房产的需求等等，需求永远是没有底的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比如中国的房地产，它背后所包含的是基建以及基建所带来的收入。因为地产价格50%以上都是被政府收走了，用于开发对应的基础设施，表现为城投债。一旦经济不行，无法满足对应的投资回报，城投债务危机就爆发了。美国地产的根基在于美国民众的收入，
根植于美元与科技霸权带来的资产回报率。美国也有大规模的资产与科技的投资，如果这些技术投入未达到预期的成果，或者是原有的技术壁垒被竞争对手攻破，收入巨降，就会表现为收入锐减。到时候，地产作为资产的载体的地产，就是债务危机的外显。一切都要回到中美科技战这一原点。资产价格与经济的关系很微妙，资产的价格的确可以短期的脱离经济而存在，形成一定的泡沫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一定是回归于经济的。双方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价格与价值的关系，短期的波动，长期的回归。短期的资产价格取决于资本的预期与流动性的偏好，流动性越好，资产的价格越高，对未来越乐观，估值越高，资产的价格也就越高。可是到最后，如果无法带来足够的收入，居民就会因为现金流短缺的缘故，开始抛售资产。比如老百姓无法负担高房价，就会选择卖掉，选择租房住，或者是选择一个更小面积的房子。一旦抛售开始，很容易形成通货的循环。越卖价格越低，价格越低，需要的抵押越多，人们越不愿意购买。如今的美国房价很大的程度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撑的。2008年之后，美国的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大幅下降，企业杠杆率略有提升，而政府的杠杆率则大幅提升，相当于美国社会的债务从居民转移到了政府。美国政府通过减税等方式，提高了美国居民的收入，从而支撑了美国居民的开支，代价就是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，以及随之而来美国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。只要美国政府维持这样的开支，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保持住，再加上最近这些年美国住房贷款审批较为严格，居民承担的杠杆率相对的较低，出现2007年那种次贷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。现在债务的压力主要在美国政府，政府债务更多会以汇率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当美国政府债务持续上升，财政赤字持续增长，债务风险上升，美债需求就会减少，美元就会贬值。想要不贬值，就得提供更高的风险溢价，也就是支付更高的利率。这种方法短期可以保证美元的相对稳定，可更高的利息负担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，而美国政府本身只是一个服务机构，无法产生现金流。最后只能印钞解决债务问题，利滚利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最后还是免不了阀值，通胀就会席卷而来。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大涨的原因，因为黄金是通胀最灵敏的指标。自然是维持住高利润，或者是抢占下一个科技的高潮，这样才能够不贬值。在科技大战的胜负没有出现之前，杠杆是不会停的。最近几年，美国用行政的手法限制了中国获得一些高科技产品的能力，比如光刻机，因此放缓了中国进攻美国芯片产业的速度。这部分的利润得以保留，
但是凡事有利有弊，突破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一旦突破了，将会是更大规模的范围和的替代。不管是楼市还是股市，一切问题的根源最终都要回归到中美科技大战的胜负上来。胜了，一切都好说；败了，现在的积累的这些潜在的问题都会爆掉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房地产的持有成本比较高，负的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关注并私聊我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，免费获得最新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、地产投资的实战经验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投资的本质，获得更多美国地产投资。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，风险和回报永远成正比，这是美国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点赞关注不会迷路，欢迎订阅和评论留言。